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我为了报恩，养了江英寻4年，可他却为了业绩，把我拱手送给大佬们。他抱着白月光，说我见的时候，大概不会想到自己会有身败名裂的这天。我把江英寻送给你，我不想要了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他碰我一指头，我都嫌脏。要不是他这些年缠着我报恩，我怎么会跟他在一起？我去接江英寻的时候，江英寻正抱着他的白月光，旁边的人笑作一团。余光瞥着我，指指点点：“你们看吧，白月光回来了。江总倒是也不装了呀。”我迅速转过身，将眼泪彻底咽了回去，鼓起勇气：“既然如此，我把江英寻送给你，我不想要了。”江英寻这个名字烙在我心里3年。那时见他在夏日的和风里清朗俊秀，超凡脱俗，我就倾了心。后来才知道他其实家境贫寒，父母双亡。我的情感到了顶点，只想拯救他于苦难，同他共度余生。为了他，我可以打工到深夜，只为了等他从图书馆里出来，陪我走回宿舍。打工收入也都花在了他身上，一连4年，直到他毕业成了所谓的金融小开。身边的人都说我在他身上的投资得到了回报。我们循着既定的轨道发展，他却不肯给我个结果。我现在是事业上升期，结婚会影响我的人际关系。我们都这么多年的感情了，有没有那个证不都一样吗？我爱他，自然无有不应。可慢慢的，他变了。我今天有个应酬，对方说要带女伴，你知道的，我身边哪有什么女生，你去陪一下他好不好？王总说只要你陪他喝一杯，他就跟我签约。宝宝，你可以帮忙的，对不对？他逐渐发现我是他事业上升的捷径。原来他与功成名就之间只差一个我而已。这次他之所以跳脚，大约是事情没有如他料想中发展下去。他给我下了药，让我去勾引隋氏集团总裁隋晨，妄图抓奸后用丑料来换取他们的合作。可他终究没有得到他想要的，反而被质疑人品，彻底失去了这次机会。这次大概是恼羞成怒了。我回到家，看着满桌珍馐，早已没了食欲。将它们倒进垃圾桶时，竟连情绪波动也没了。我站在浴室里，在氤氲水汽覆满的镜子里，费力分辨出自己的轮廓。我伸手一点一点擦拭干净，手指轻触的冰凉一丝丝渗进了心里。原来在他眼里，我早就是个贱货了，只是我总还有利用价值，他才肯一次又一次地把我哄在身边。这7年的青春真是喂了狗了。我突然就不想这么过下去了。我把所有的东西打包装箱，才发现在这个家里属于我的东西竟然连一个24寸行李箱都装不满。倾盆暴雨中，我按响了门铃。门打开时，探出了一张精致又饱含侵略性的脸。这个时间过来，你难道不知道我隋晨从来不拒绝送上门的女人吗？隋晨虽然嘴毒，但我还是信任他的。他是我闺蜜隋英的亲哥哥。不过隋英也说他15岁后才从国外回来，不知是不是国外待久了，人怪得很，在家里不怎么受欢迎。不过一想到我被江英寻迷的一味扒他衣服的时候，他却面无表情地把我扔进浴缸，我就知道这人是个性冷淡的正人君子。即便他把我安置在了隔壁，没被江英寻捉奸在床，可这梁子终究是结下了。我来找小英，只是这个点你为什么在这里？那你来得不巧，小英出国游去了。我刚回国，也不准备待很久，他就让我给他看家。隋晨穿着家居服，依靠在门框上，
看来的确是住在这里。你这是被那个狗男人赶出来了。随尘终于发现了我身后的箱子，皱起了眉头。随尘哥，成年人的事情你少打听。我径直进屋找了间客卧，毕竟外头雨水大，我折腾了一天也是累得很。稍作收拾，我才给随英发了消息，家中有事，临时来你家借住。只是你出国怎么没有告诉我？我也是刚知道我要出国。哦，原来是突然袭击，估计是有国外的工作需要对接吧。房门轻响，是随尘端着杯子站在门口，却又不肯进来。热姜汤我放在这里，你一会儿喝了再休息吧。我突然记起他把我从浴缸捞出来那天，也给我送了一杯这样的热姜汤。随总，你们公司最近是不是打算开设新项目？倒也没有，不知道你有什么建议，比如卖姜汤。看着他逐渐黑下去的脸色，我心里莫名的开心了一些，然后识趣的喝光，道谢，说晚安。今晚睡得并不安宁，我在梦里看到了18岁的江英寻拿着简朴的银指环套在我的手指上，对我说着，等我们毕业，我一定会娶你。可我终于意识到，就连这个戒指都是用我第1个月打工赚的钱买的，拿我的钱买戒指送给我，这人情倒成了他的了。这一晚的梦没头没尾的，我昏昏沉沉一直睡着，终于在中午12点前被不知好歹的敲门声彻底打断了。狗男人还是找来了，看来连江英寻都知道我在这个城市里除了随英也没有别的朋友。生气了，你连早饭都没给我送，倒是在这玩得痛快。他语气中满是揶揄，像是训斥哪家的保姆。不过也对，这些年我给他洗衣做饭收拾家务还不要工资，可不是比保姆还便宜好用。我没答话，只想关门继续睡觉，却在关门的瞬间被他一把推开，跟门一起摔在墙上，发出一声不小的撞击声。随英呢？我倒是要问问他还能收留你几天。与其最后灰溜溜回家，倒不如现在跟我走。他脸上的得意和讽刺凝结在了随尘从楼上走下来的那一刻，尤其是当他发觉我和随尘都穿的是家居服，他彻底绷不住了。好啊，祝瑶，原来你是跟他勾搭在一起了，怪不得今天回家就不见你人影。好啊，我冷眼看着，突然有种跳梁小丑的可憎感。其实我昨晚就过来了。哦，你当然不知道，因为那个时候你还在吴思思的温柔乡里意乱情迷呢。原来你是因为思思才故意气我。她刚从国外回来，我们只是太久没见了，才一起喝了几杯。她没坏心思的，你别欺人太甚。她依旧习惯性的来拽我的手腕，却被我一把甩掉。江英寻，别把自己太当回事，我单纯是因为喜欢随尘才来的，找个时间把婚离了，咱们一刀两断。大概是听到对话中出现了他的名字，随尘很知趣的过来揽住了我，我心里也稍稍安定了些。嗨，前夫弟，这称呼太离谱了，我差点笑出声。瑶瑶，他对你就是逢场作戏而已，为什么不能日久生情？没听说过。随尘，关门。江英寻那小身板也就能对付我。随尘身高上压他一头，推他出门简直比拎一只小鸡崽子还简单。江英寻的声音什么时候这么难听了？用这种公鸭嗓投降告饶，谁能放过他？随尘撇撇嘴，象征性地掸了掸身上莫须有的灰尘，一副贵公子做派。有烟吗？应有尽有，一起喝一杯，就当庆祝你终于可以做自己。我明明隐藏的超好的。江英寻喜欢纯洁单纯的小白花，又不喜欢伤他自尊的妇人，我只好装了10年的小绵羊。可悲的是，
装着装着，连我自己都信了。人活几十年，总有瞎眼的时候。我端起酒杯还未入口，手机屏幕闪了一下，是个陌生号码。祝小姐，我怀孕了。这感觉就像吃了苍蝇，虽然他的死活不甚要紧，但还是挺膈应的。随晨真不拿自己当外人，当即凑过来瞧。哟，江总效率挺高，孩子都整出来了。你怎么知道是江英寻造的孽？实不相瞒，这个吴思思之前是我的秘书，你被迷晕那天她也在，她的手机号码后4位我还是记得住的。随晨说的坦诚，我却在提起那天时红了脸。幸好他没留意，只是补了句风凉话，还是跟着江总有前途，母凭子贵，说不定还能分点家产啥的。我曾经无数次想象我和江英寻的孩子会是什么样子，想着生个男孩像我，再生个女孩像他，可他还不许我有孩子。生孩子养孩子都会耽误精力，男人要以事业为重。我希望你能理解我，不让我生孩子，却能让小三怀孩子，真是个笑话。无痛人流，请不要选择与你的身份相匹配的黑诊所，毕竟选择正规医院，医疗服务有保障。我深呼吸，强忍住骂街的欲望，回复了吴思思。不得不说，随晨是个极好的酒友，喝酒跟得上进度，而且还不聒噪。喝到半路还能炒个菜煮个面，吃点东西垫一垫。空腹喝这么多酒不好，我刚才只顾喝酒，竟然没留意他什么时候脱了上衣，线下直接套了个围裙，丝毫遮挡不了他健硕胸肌呀。难道是因为江英寻好久没有碰我的缘故吗？我的手不受控制地向胸肌的方向伸去，大汗淋漓后，我终于没了力气，任由他抱着。祝瑶，我为了你，竟然还有知三当三的这一天，分不清梦境和现实。我终究还是沉沉地睡去了。这次吵醒我的是不知好歹的电话铃声。我把随晨摸了个遍，才在枕头下翻到了手机。祝小姐，你已经旷班2日了，江总吩咐，请您务必于今天准时上班，否则后果自负。江英寻为了名正言顺地带我出席各个工作场所，自作主张给我安了这个首席秘书的职位。电话声也吵醒了随晨，他翻身把我搂在怀里，撒娇撒痴，能不能不去？别把人家自己留在家里吗？难道人家昨晚的表现还不如江总？随总，你这戏多少有点过了，不过你昨晚表现不错，下次还点你。临起床前还不忘捏一把随晨的腹肌，能跟这样诱人的肉体相比较，我整垮江英寻的决心还是很坚定的。江英寻的业务能力如今在业内颇受认可，不过在我祝家眼里是连提鞋都不配的存在。我自然可以让爸爸出手把他这辈子都毁掉，可我不愿意。我一步一步帮他拿来的东西，当然要自己看着毁掉。刚出公司电梯，周边360度立体环绕的叽叽喳喳，吵得我脑子疼。真不知道江总怎么会让祝瑶当秘书，每天就打卡上班，也没见着有什么业绩。昨天来的那个美女，你们见到没？盘亮条顺会来事，可比她好多了。其实不怪他们，江英寻从来没有公开过我们的关系，在大家眼里，我只是祝小姐，一个负责他们江总吃喝拉撒睡的仆人。看吧，即便他已经透过百叶窗发现了我，他仍然坚持等人散了才肯来找我。瑶瑶，你终于来见我了，你还是爱我的，对不对？眼前这个人满脸油腻，印堂发黑，一看就是宿醉刚醒。江总，工作上的事情处理完，我会立刻辞职，还请您提前安排好交接工作，不要耽误彼此的时间了。你别闹了好不好？
思思的孩子生下来也碍不着你什么的，我可以让你领养他，这样就可以名正言顺了。我还答应了陈总，过几日带你一起吃饭。我不会去，以后都不会去了。瑶瑶，你再帮帮我好不好？我懒得跟他废话，只能敷衍。借机回到了秘书室，着手处理工作。我当然没打算认真工作，此行的主要目的就是搜查我所能接触的所有项目材料。以我对江英寻的了解，他绝不可能满足于既定的利润。可我翻遍了所有材料，并没有明显的漏洞，但实际收益却远超于计划收益。这就相当于卖了一个苹果，同买方定好了一个苹果5块钱，账上却多了10块钱。毕竟没有哪个甲方乐意当个傻子，其中肯定有猫腻。打脸来得如此之快，之前我还打死不去陪陈总吃饭，这就要反悔了。这顿饭的价值远不止于此。对于我应许饭局这件事，江英寻并没有惊讶，他打扮得像一只斗鸡，为我终于服软而感到洋洋得意。陈总姗姗来迟，坐在主宾位睥睨众生，江英寻的腰紧接着弯了下去，点头哈腰地端茶倒水。我装不下去一点，往他身边一坐，准备随时开吃。江英寻差点被我吓死，上来拉我起身赔罪。对不起陈总，他是刚来的，不懂礼数，我替他给您道歉。哈哈，笑得太干吧。我在心里给了个差评。陈总并没有理会江英寻，看向我的眼中满是慈爱。瑶瑶坐哪里都行，何须道歉？今天想吃什么你自己点。舅舅，你看我都胖成什么样子了，还吃呢？谁敢说你胖？我劈了他。陈启平瞥了江英寻一眼，江英寻连怎么笑都忘了，面白如纸。门外闪现了个熟悉的身影，我借口补妆追了出来。你怎么来了？想你了，不行吗？顺便也有个客户要见。我自动忽略了随陈的前半句，可追过来的江英寻显然是听进去了，却没有诘问，因为这在他眼里远没有另一件事重要。瑶瑶，你叫陈启平什么？舅舅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他捏得我的手臂生疼，目光里又惊又喜，可我只觉得他势力讨好的模样更加可憎。你耳朵聋了吗？他是我舅舅，是我妈一母同胞的弟弟。我的爸爸是祝氏集团的总裁祝清明。你还想知道什么？我都告诉你。那你之前拿下的那些项目？我冷笑，倍感悲凉。你不会真以为我陪人家吃饭喝酒，人家就能跟你合作吧？我打着爸爸的旗号替你走动，你却一个劲地给我泼脏水。江英寻喜笑颜开，比捡了个大元宝还高兴。瑶瑶，是我错怪你了，我就知道你一直为了我守身如玉。咱们回家吧，好不好？我的白眼好险没翻到天上去，速退到了随陈身后，挽住他的肩膀。不好意思，江英寻，随总比你的技术好太多了。至于守身如玉4个字，我就先不冒领了。你们，祝瑶，你现在可是出轨。随陈适时开口，结束了这场口角。江总，你要不要问下吴思思，她在你们2个的世界里又是个什么角色？说罢，牵着我往外走，还不忘示威。江总，好聚好散，下次再见，别忘了带着吴思思来个4人约会。哦，不对，现在是5个人了。我被他逗笑，由着他拽我离开，在路上给舅舅发信息，毕竟不能忘了正事。舅舅，你们公司有钱没处花了是不是？为什么平白无故给江英寻涨钱？舅舅的回复让我傻了眼。我不傻，你最好去问问随陈，谁更傻？我望向驾驶室内正专心开车的随陈，总觉得这人身上有太多谜团看不透。你这眼神
不知道的还以为我脸上画了幅清明上河图呢。说吧，什么事？随尘，你是不是跟钱有仇？你说一个商人跟钱有仇，简直比说他脑子坏了还要狠毒。你的意思是，你给江英寻的项目提供担保，还贴息，都是下属的私人行动，与你无关了。随尘猛踩刹车，差点把我甩出去。陈总跟你说了，这人真是给钱就拿着呗，乱说什么？其实舅舅说的更露骨，我还以为随尘对江英寻有意思，生怕他抢了你老公，这不是想着让他破财，也算是给你出气吗？什么替我出气？分明就是这只老狐狸见钱眼开，利益至上。随尘只顾着端详我的表情，不肯开口，就这样沉默了一阵。你若不说，我就去挨个问，总能问出个结果。其实我们很早以前见过的，很早以前，我有事对不起你，所以就想补偿你。我瞪着随尘，只顾惊讶，他一脸认真的模样，也不像是扯谎。什么时候？我怎么没印象？在我认识随英之前吗？他的神色瞬时暗淡，许久后才苦涩道：大概差不多时间吧。我不知道他为何是这种反应，难道认识我是一件让他不怎么愉快的事情？我怎么不知道他对不起我？我不喜欢探究别人的隐私，毕竟成年人总是有些不为人知的秘密的。如今这样互相利用的关系就很好，开心点吗？你白捞我这么个炮友，不开心？我一番真心对你，等江英寻出去一吆喝，只怕我后半辈子都要被人戳着脊梁骨过日子。现在你跟我说，只当我是个炮友，好一个狠心的女人。随尘皱了皱眉，戳了戳我的额头，嗔怒道：随总，你要这么说，我可不敢再住在这里了。好，你当我胡说？陪吃陪住陪睡，你上哪再找我这样的好搭子？随尘今日穿着的黑色丝质衬衫反射着车外的灯光，衬得他的眼睛里流光溢彩的好看。我一时间竟晃了神，他被我盯得久了，便有些洋洋得意，用手指轻刮了下我的鼻子。回家吧，还是家里亮堂？比如现在看不见的地方，回家可以慢慢看，细细看，还好车里暗。随尘看不见我羞红的要炸了的脸，清晨的阳光格外和煦，随尘的怀抱更是温暖。从开始一睁眼看到他惊慌不已，到如今已经可以细细用手指描摹他浓重的眉角，这样的日子真让人满意。随尘不再犯傻，给江英寻白送钱。江英寻的业务量迅速缩水，已然维持不了他吹嘘的脸面。我当然没有心思再继续待在公司里，只是还有些东西需要收拾。吴思思就这么出现了。哟，这不是弃妇祝小姐吗？英寻看不上你，你竟然还好意思来公司？我都被整笑了。狗吃屎，苍蝇逐臭，不要脸的人还真是聚对了。我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勾引有妇之夫的不是我，管不住自己小老弟的更不是我。不过你要是能让江英寻别再纠缠我，我倒也可以谢谢你。我手上的动作没停，这桌上的不少东西都是按照江英寻的喜好摆设的，现在看着真是碍眼。吴思思摸着自己的肚子，很是得意，眼中尽是雌竞的骄傲感。不被爱的才是小三，英寻是我孩子的爸爸，你就别做白日梦了。你看我手上的戒指，脖子上的项链，还有这包，每一样都顶你1个月的开销。他笑得极为放肆，引了不少公司的人来看热闹。我原本不想把这点恶心事像祥林嫂一样弄得人尽皆知，可如今也是由不得我了，索性说个明白。江英寻如今如此潇洒，当年还不是要靠我打工养他？若不是我瞎了眼，也不至于让这么个靠女人养的贱男人有给我扣绿帽的机会。
祝小姐，你怎么能这样说他？看着周围有了观众，吴思思又装起了柔弱。好一个人淡如菊，我是说，你最好祈求上苍不要开眼，别让他有一日落到被你养的境地哦。周边人窃窃私语的声音越来越响，到最后逐渐传到了我的耳朵里。原来祝瑶是江总的女朋友吗？怎么江总从来不公开？这么说来，江总也当过小白脸。祝小姐简直就是当代王宝钏嘛！吴思思气得跳脚，却又不能毁了自己的人设，只能指着我的鼻子干瞪眼，跟随陈滚到了一张床上。你就以为他对你情根深种了？别做梦了！如果不是他让我去勾引江总，我又怎么有接近他的机会呢？我心中一凛，未等开口，闻讯赶来的江英寻打破了局面。江总，祝小姐怎么骂我都好，可他却污蔑你靠他养才有今天。我实在听不过，才替你辩白了几句。他嘤哭得伤心，我却呸，只觉得恶心。江英寻把吴思思挡在身后，这是想当个救美的英雄了。瑶，你有事冲我，思思是无辜的。人渐一对儿，这俩人在一起的画面我真是看不了一点。我从抽屉里取出了我珍藏已久的东西，紧攥着站在了江英寻面前。你救过我，从前我为你做什么都是心甘情愿，可如今你既然有了心上人，又在我这装什么情种呢？这个还给你，就当了我们的恩情吧。我把手摊开，那是枚鲜红的朱砂戒指，像极了我这些年为江英寻掏出的心。江英寻却一脸疑问，难道你以为我们这些年的感情，用这么个劣质戒指就把我打发了？我瞠目，脑海中轰然一片空白。不对，这根本不对。我还清楚地记着当年失足落水的感觉，那么小的一个人儿，被广袤的河水包裹，仿佛时间永恒静止，水在一瞬间涌入五脏六腑，就连呼吸困难都是一瞬间的事，快到根本来不及难过。没有人知道，当我在水中看到迅速靠近的人时，心中是多么震撼。他将我拼命地往岸上拖，完全没留意他的戒指已经落入了水中，被我紧紧攥在手里。可如今江英寻根本不记得这个戒指，公司里东西除了这个戒指都不重要。我脑子里乱得很，听得周边的聒噪，只觉得烦躁，索性发疯，把桌子上的东西都扫到了地上，噼里啪啦落了一地。都闭嘴！周边立时寂静一片，这寂静却撑不了多久，很快被一阵抽泣声打破。你们别吵了，都是我的错，我走还不行吗？祝小姐，你别怪英寻，我倒想看他还能装到什么程度。只可惜吴思思晕过去了，可我看得分明，她睫毛一个劲儿的抖动，分明就是装晕。江英寻急了，一下子打横把吴思思抱起。思思，你醒醒，都愣着干什么？叫救护车呀！瑶，我和他真没什么，你等我回来再跟你说。说罢急匆匆地往外跑去，只留我独自面对流言蜚语。还好我对江英寻已经没了任何期待，所以心里只是难受了一小会儿，也就过去了。现如今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查清楚。回家的路上，我开始复盘，可又一时找不到当年的熟人，只能给随英发信息。我有一个很无稽的猜测，我竟然怀疑当年救我的不是江英寻。可你不是说这件事上过新闻，这事可做不得假。可惜我记不起小时候的事了，不然还能给你找证人。随英说过，他小时候受过刺激，很多事情记不清了，所以即便我们曾经同在一城长大，落水的事情闹得那么大，他压根儿不记得这件事。江英寻不认识他自己的东西，这可能吗？
更何况朱砂肯定是贴身放着的东西，其实倒也不一定。这个东西撞车率还挺高的，不然你再看看上面有什么标记。我拿出戒指仔细端详，这东西光滑如新，只是被我擦拭过多次，我也闹不清上面的痕迹是我留下的还是原本就有的。脑汁儿费多了，就有些口渴。我把戒指放在橱柜上，本想去倒杯热水，可家里的杯子刚被随尘收拾了个干干净净，我找也得费点劲。待我回来，却发现那枚戒指已经消失不见。我急得团团转，四处翻了个底儿掉。这时随尘晃悠悠地从房里出来，兴奋地冲我招了招手：“你来，我送你个礼物。”我没有心情，他却丝毫不介意，自顾自颠颠儿跑过来，把东西塞到我的手里，一脸的邀功心切。我张开手心，上面赫然躺着的是那枚朱砂戒指。我强忍着震惊，面上仍然维持着云淡风轻。这是什么？这东西看着像是很多年前的东西了，你竟然还留着呢？其实这是奶奶当年的嫁妆，可惜丢了好多年了，今天才找到。我就知道是小英当年问奶奶讨要没成，直接就自作主张拿走了。我记起了随英的话，试探性地问她，这东西应该挺常见的，会不会是认错了？你可别拿错了东西送错了人。随尘一脸的得意，指着内壁洋洋得意。小英之前拿过一次，说是自己买的，可我分明跟她说了，这里面有我做的记号。随尘把戒指拿到光下，隐约看到内壁印出了一个小小的 C， 我浑身止不住的颤抖。随尘吓坏了，唤了我几声，可我早已泪流满面，内心崩溃到根本顾不上应答。他抱起我时慌乱极了，以至于贴在他的胸前，清楚地听到这儿的心跳都快了1倍。该死，就近的医院在哪里？瑶瑶，你别吓我！我拽了拽他的衣领，抱住他的脖子不肯松手。你别急，我没事，我只是有些呼吸性碱中毒，你等我缓缓。随尘将我抱到床上，紧握着我的手不肯离开一步。他的担忧之色尽收眼底，我闭上眼睛，哑然出声：“其实戒指不是随英拿的，是我。”什么？你难道没发现，你救了我以后，戒指就不见了吗？确实，可小英之前确实也喜欢。我倏然睁开眼睛，随尘停住，不肯再说。他大约也发现自己说漏了嘴。我的意思是，戒指找到就好。其他的不重要的，我去端杯水给你。随尘起身想要逃开，却被我死死拽住。救我是什么不光彩的事情吗？为什么要一直瞒着？你明知道是江英寻冒充了你，是非要我被骗得一无所有才肯罢休。随尘脸上露出了难堪的神色，许久后才叹了口气：“那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”随尘移开了视线，连带着思绪一起飘远。18年前有个妹妹，在某个周末与哥哥一起到公园里玩。公园里真热闹，有花有草有小河，还有个同龄的小姑娘跟她一起踢球，一切都是那么美好。可后来2个人玩着玩着抢了起来，球被扔到了水里，小姑娘站在岸边着急地跺脚，可也只能眼瞧着球越飘越远，没有人留意一个小姑娘的叫喊，直到妹妹推了她一把，2人一起摔进了水里，才引起了哥哥的注意。我就这样听着，逐渐浑身发抖，如坠冰窟。哥哥当时也不过12岁，如何能一个人救起2个孩子？可他还是先救了小姑娘，等再去救妹妹的时候，已经没了力气，2个人一起沉入了河里。再后来，妹妹在医生的救治下身体无恙，哥哥却因为大脑缺氧太久，始终没有醒过来，不得不出国治疗。所幸治疗很有效，
只是等他2年后回国，妹妹却不记得他了。爸爸说妹妹受了刺激，失去了事发及之前的所有记忆。家里人也因为他没有先救妹妹，责难了他很多年。我的心被揪得难受。那被救的小姑娘没有来感谢哥哥吗？随尘淡然一笑，继续讲故事。后来哥哥也找过小姑娘，想着替妹妹道歉，可是邻居说他们家找到了救命恩人，连居委会都敲锣打鼓的办了感谢仪式。我不自觉地将嘴唇咬破，血腥气弥漫在口中，更加苦涩。所以我那时落水，是因为随英，而我被救，是因为你。万万没想到，这才是当年的真相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是你。我爸妈赶来时，大家都说是江英寻一直在我身边。后来你终于跟小英住在了一个宿舍，我暗叹命运，却庆幸你们相处得很融洽。我不想你们的感情受到影响。至于江英寻，既然你真心喜欢他，我便可以帮他，原本就是欠你的。随尘笑得凄凄然，完全没了往常的伶俐样子。我终于知道了全部事实，却忍不住吐槽：亏欠，这年头救了人的还要亏欠？你当我祝瑶是没良心的王八蛋？可毕竟是小英她，你不许跟随英吐露一个字。我们的姐妹感情可不能毁在你这个臭男人身上。随英这些年对我如何？我扪心自问，这辈子应该不会有比他更善待我的朋友了。我怎么能因为当年小孩子的一点不懂事，磨灭了他这些年对我的好呢？随尘终于放下了多年的担子，又恢复了以往嘴贱的模样。那你现在准备怎么报答你的救命恩人？以身相许如何？呸！你来者不拒的时候，也当自己救了全天下年轻貌美女子的命。天地良心，投怀送抱的女人是不少，可我真是一点没碰她们，都是她们打着我的旗号求庇护，我也懒得挨个澄清，反正我孤家寡人的也不在乎。那如果我说我在乎？随尘的眼睛忽地亮了，闪闪烁烁，像天上的星星。江英寻的报应来得猝不及防，客户的资金被他挪用去给吴思思买名牌包和大牌衣服，窟窿越滚越大，到最后拆了东墙补西墙也不管用了。客户们意见一致，把他告上了法庭。江英寻还想私了，求了吴思思还钱共度难关，可他又怎么肯放弃这到手的富贵？两人大吵一架，江英寻终于看清了他的真面目，在开庭前捅了他数刀。听说直至警察到场时，他还在不停地刺，嘴里不住地念叨着还我钱来。江英寻入狱了，他无数次地让律师来求我见他一面，我当然不会去。我如今有了身孕，随尘看得紧，婚后就把公司事务都交给了职业经理人打理，他的任务就是每天陪我遛弯。堂堂随总如今成了家庭主妇，乐在洗手做羹汤，爸妈对这样的女婿满意极了。随英更是兴奋，闺蜜变嫂子这种好事竟然还能落到我的头上。我不管，我要做她干妈。随尘不许她来扰了我安胎，更不许她破坏我们即将完结的二人世界。我抚摸着肚子，感受着里面小生命的跳动，这就是触手可及的幸福，于我而言极好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影片大家觉得是第一个故事精彩，还是第二个故事精彩呢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